那我想今天这个破题，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金鸡计划到底是什么了。我常常说这个就是价值亿万的一堂课希望这个刚刚提到了，希望参加的伙伴呢都能够成为这个亿万富翁、得亿富翁。那什么是金鸡计划呢？我稍微让我借用一段小短片。的金鸡计划是从下金蛋的鸡这个故事命名的。原本的故事里的农夫最后杀鸡取卵，失去了金鸡母。不过我们的金鸡计划是用鸡生蛋，蛋生鸡，这个就是复利哇！刚刚那个借用我们家弟弟的一起拍的一个小短片那金鸡计划呢，画面上这张图是我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做了一个剪纸为什么叫金鸡计划？这个命名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叫下金蛋的鸡那原本里面的这个故事的版本就是最后农夫杀鸡取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没有的话呢，赶快去 Google 搜寻一下。但是我们在课堂上常常就用这个故事呢跟学生或者是也可以跟孩子讨论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得到一样神奇的金鸡母，每天会下金蛋那你会怎么做？那这个学生呢孩子们都很聪明就他们想到说就是把它孵金蛋，如果孵出来对不对，成功的话，也许就有第二只金鸡、第三只金鸡母，那每天可能就有2颗、3颗金蛋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概念，这个计划实验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命名的。那其实就是要跟孩子沟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投资里面我们讲复利因为复利在台湾是高一数学所以对于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呢，我们就用这个鸡生蛋，蛋生鸡，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复利的威力就是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复利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大好，那每天66块我这个66大顺我们华人常常说这个好像66比较吉祥，也比较好记那事实上这个66块，我常问学生，好像在我们生活中买不到什么东西可能一杯手摇饮或者是一个饭团或一些小文具这样子，好像买不了什么大东西。可是我想要说的是呢，其实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铜板的小金额如果我们持之以恒的累积的话呢，这个复利的威力其实是很惊人的。好，我们这边就来试算一下我是在2019年的暑假的时候，就跟我孩子做了这样一个提议我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养金鸡母，我们用压岁钱来养这个金鸡母。那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家的是这样，当然每个家庭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家这个景气比较好的时候，孩子每年这个领到的压岁钱或零用钱大概是2万多块，所以换算下来又把它算一算，好像刚好平均就差不多是一天66块所以这个66是这样来的。那换算下来可以看到，就是大概一个月将近2000块一年24000块。那当然了，如果数字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观念，所以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直接代换这个适合你们家庭的数字来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试算。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事实上就是所谓的钱滚钱，利滚利。那假设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非常的幸运这个爸爸妈妈就把他的红包啦这个压岁钱啦都开始投资养金鸡母，我们这边就算一年2万4好了。那我们这边的利息用10%来累积复利所以2万4利息就是2400。那第2年也同样的再投资2万4应该24加24应该48，应该是4万8这边为什么变5万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金蛋孵出来变成小鸡，小鸡又继续长大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再投资的概念这个2400呢，我们一样的让它继续再投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样子累积复利18年，由0到18岁，那这个金鸡母就有机会成长到大概100多万这样的一个金额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帮孩子准备这个在台湾外地如果上大学的基金，教育基金的话呢其实从小开始准备每天66块就有机会实现。好，那这个我在课堂上常常会让大家来猜啦，不过今天我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成年之后他有了这个概念，然后继续帮自己累积，帮自己投资，不用加薪不用加码只要维持每天66块。那各位猜猜看这个如果他帮自己存到65岁就是退休的时候，那这只金鸡母变多大呢？来看一下。好，答案是各10、100、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1.29亿这个金额是有一句话说，这个数学不会骗人不会就是不会不是这个就是实际上试算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有机会每天66块，就是一杯手摇饮的金额或者是一个玩具扭蛋的金额，那真的就有机会帮自己累积出这样一只，帮孩子累积出一个价值亿万、上亿的这样的一个金鸡母。那我们旁边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退休之后我们没有再投资了，就是变成说要靠这只金鸡母来照顾我们。那这边呢，我们从金鸡母里面每年提领3%作为我们的所谓的一个金蛋，
当做生活费。那这边换算下来，每个月大概就是有32万32万的生活费。那这个是还没有扣除通膨的数字不过我想对于大部分的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是蛮够用的蛮够用的。好，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试算我相信真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相信，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跟同学们说，其实在我看来你们都是亿万富翁所以如果你们家里也有这个，还有未成年的孩子的话，其实成年也有机会未成年的孩子的话呢，其实每个都是未来的亿万富翁。好，那这边我们也分享一下可是呢，每晚10年效果就打38折。我们刚刚是试算了从0到65岁，然后呢每年复利10%，然后每天66块这样的金额，就每年大概24000块，有机会累积出1亿2000多万这样的一个金额。可是如果晚10年，只剩下55年能够复利，那对不起这只金鸡母呢就要打38折，就是大概只剩下不到5000万。那如果再晚10年，哇，那就再打38折所以5000万这个再打38折，就大概不到2000万。所以这边我要说的是，复利的时间威力时间威力真的是很惊人。那越早开始，你的成本越低，效果越好那当然啦，这个我们看到这段。今天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小 baby， 可能不是像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对不对？但是还是有机会可能我们要投入的本金，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是我们相对的投入的本金可以比较多那也许说不定我们有办法提高我们的报酬率，所以还是有机会只是这边我们要提醒大家，所以我特别专注在这个亲子的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因为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时间复利、时间红利是最宝贵的资产。那如果爸爸妈妈成年人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概念去引导他们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可以给孩子一个就是更怎么讲，多一份选择权啦，应该这样讲在他的人生、在财务上，甚至影响他的工作上，可以多一份选择权，让他的退休生活可能多一张安全网，更有保障。对，这个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